烈焰灼烧的痛楚犹如万箭穿心。苏念寒眼前的一切逐渐模糊，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被烈火吞噬，那是魔道至尊蓝昊天亲手点燃的火焰。身为一代妖后，他曾经拥有无数的追随者与无上的力量，然而最终却落得这般惨淡收场。为什么？他嘶哑的声音带着不甘和绝望，双眼却依然死死地盯住眼前那张冷酷无情的面孔。因为你太过于信任我。蓝昊天微微俯身，冰冷的声音仿佛一把利刃，直刺苏念寒的心。在这个世界上，能背叛你的，永远是你最亲近的人。苏念寒的心在那一瞬间被撕裂，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这个男人，却未曾想到，这一切只是他操纵棋局的一步。烈焰逐渐包裹住他的身体，他的意识也开始逐渐模糊。若有来生，他喃喃自语，话未说完，整个世界便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再度醒来时，苏念寒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间简陋的木屋内，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微风拂面，带来了熟悉而遥远的记忆。他猛地坐起身，四周的一切都与他记忆中的场景不同。这里是玉衡宗。苏念寒不敢相信地环顾四周，这里的每一处都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这分明是他16岁时所在的修仙门派玉衡宗。他飞快地冲到镜前，镜中映出的是一张稚嫩的面孔，那是他16岁时的模样，青春、青涩，眼中尚未染上后来的无情与杀戮。我重生了。苏念寒的内心波涛汹涌，震惊、不解、欣喜交织在一起。他不仅重生，还回到了16岁，这是他尚未踏入魔道，未曾经历一切悲剧的时候。然而，震惊过后，便是无尽的恨意。他再度想起前世蓝昊天那张冷酷的面孔，想起自己在火海中绝望的嘶吼。这一次，他绝不会再让历史重演，他要彻底改写自己的命运。蓝昊天，这一世，我要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苏念寒目光坚定如钢铁，内心早已经将复仇的种子深深埋下。正当他沉思时，木屋的门忽然被推开，一名少女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念寒师姐，不好了！长老正在寻找你，说是你修炼走火入魔，还弄坏了灵泉的禁制，快跟我去解释啊！少女神情焦急，满脸担忧。走火入魔，苏念寒微微一愣，随即想起这段记忆。16岁那年，他因为一次修炼不慎，险些走火入魔，这件事成为了他加入魔道的契机。但现在的他，已不是当年的他。他冷静地站起身，眼神中闪过一丝冷笑：别担心，我自有办法。少女不明所以，还想说些什么，却见苏念寒已经大步走出了木屋。这一次，她将不再是那个软弱可欺的小女孩，任何人都休想再伤害她。走出木屋，苏念寒抬头望向玉衡宗的主峰，心中暗自计划住如何利用这个门派来为他日后的复仇奠定基础。他知道，这一切仅仅是开始，而他将会在这片天地间掀起惊涛骇浪。蓝昊天，魔道至尊又如何？这一世，我要你生不如死。他低声喃喃，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就在这一刻，苏念寒感觉到体内的灵力波动异常，他迅速内视，惊愕地发现自己竟然仍然保留着前世的部分魔道力量。这是天要助我！苏念寒眼中闪过一丝狂喜，他握紧拳头，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复仇火焰愈加熊熊燃烧。苏念寒抬头看向天，双目中燃烧着重生后的无尽斗志。太阳的晨光柔和地洒落在玉衡宗翠绿的山峦之间，鸟鸣声清脆动人，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静谧祥和。然而，这份静谧在苏念寒眼中，犹如暴风雨来临前的片刻平静。他缓缓踏上通往主峰的石阶，心中计划已经开始飞速运转。前世的他曾在这里忍辱负重，最终踏上魔道，但这一世，他不打算再走那么曲折的路了。他的目标清晰明确，掌控这座门派，为他日后的复仇奠定坚实基础。他走到主殿前，玉衡宗的弟子们纷纷投来惊讶的目光，尤其是看到他脸上那抹自信的冷笑时，更是满脸不解。毕竟，在他们的印象中，苏念寒一直是一个安静而无害的师姐，什么时候竟变得如此不可一世？苏念寒不慌不忙地走进大殿，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长老们正聚集一堂，个个神色凝重。这些人中，有的曾经是他的恩师，有的则在他日后的崛起中成为了他的敌人。前世的记忆在他脑海中飞速闪过，随即化为一股冷笑。苏念寒，你可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大殿中央，一名面容严厉的长老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怒意。
他便是玉衡宗的执法长老，平日里以严厉著称。苏念寒抬眼，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却没有丝毫惧意。长老可否明言？你修炼之时走火入魔，导致灵泉禁制受损，这已经是重罪。你可有什么话要说？执法长老双眉紧锁，显然对苏念寒的态度有些不满。长老，弟子确实在修炼中出了些差错，但这次的意外其实给我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苏念寒不卑不亢的回答，语气中透着一丝莫名的自信。大殿内的长老们纷纷露出疑惑的神情。一名和蔼的老者问道：“意想不到的好处？你这话是何意？”弟子在走火入魔时，意外打通了一条全新的经脉，使得灵力运转更加顺畅，修为也因此有所突破。苏念寒的话音刚落，大殿内便响起了一片惊讶的低语：“打通经脉？”执法长老显然不太相信，皱眉道：“这怎么可能？”苏念寒微微一笑，手指轻轻一挥，一道淡紫色的灵力如流光般从指尖射出，瞬间在大殿中划过一道弧线，最后回到他的掌心。这是他在前世掌握的魔道力量的应用，但如今他巧妙地将其隐藏在修仙灵力中，令所有人无法察觉。大殿内一片寂静，长老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料到苏念寒的修为竟然有了如此大的突破。苏念寒，这灵力是何时所得？执法长老目露惊讶，语气也缓和了几分。就在差点修炼走火入魔的那一刻，弟子忽然感觉到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随即便发现了一条隐藏的经脉。突破后，弟子的修为也随之提升了一层。苏念寒淡然地解释道，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执法长老语塞，一时无言以对。其他长老也都在低声讨论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念寒，若果真如此，倒也算是因祸得福了。那名和蔼的老者点头道，显然对苏念寒的解释信以为真。望长老原谅弟子无心之过。苏念寒微微躬身，表面恭敬，心中却暗自冷笑。这些人果然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却丝毫不知宗门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然如此，此事便不再追究。执法长老沉声道，最终还是放过了苏念寒。然而他并未察觉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少女已经不再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人。苏念寒从容地退回一旁，心中暗自思忖，如今他已经成功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下一步便是要在这个门派中逐步建立自己的势力。蓝昊天，你可曾想到，我竟然重生了？苏念寒低头掩去眼中的冷光，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期待。这一世，他要所有曾经背叛过他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随着大殿内的讨论声逐渐平息，苏念寒心中早已经拟定好了接下来的计划。他将以这次走火入魔为契机，逐步在玉衡宗中站稳脚跟，然后慢慢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只要耐心等待，这座宗门迟早会在我手中变成一把利剑，直指蓝昊天的心脏。苏念寒暗自冷笑，随后跟随长老们退出大殿，步伐稳健而自信。大殿之外，晨光依旧明亮，却不再那么温暖。在这片祥和的景象背后，已经开始酝酿住一场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风暴。苏念寒离开大殿，踏入宗门后山。这里静谧幽深，偶尔有几声鸟鸣回荡在山间。他深吸一口气，感受着四周充沛的灵气，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淡淡的怀念。这里曾经是他年少时最常来的地方，也是他初识蓝昊天的地方。想到蓝昊天，苏念寒眼中闪过一丝寒光。他不会忘记前世那场背叛，记忆中的烈火和冷酷的眼神仍如噩梦般萦绕在他的心头。可这一世，所有的一切都会不同。师姐！就在这时，一道急促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随后一名年轻的女弟子气喘吁吁地跑来，正是刚刚在木屋中告诉她走火入魔的那位少女，名叫刘芷晴。苏念寒微微一笑，目光柔和地看向她：“芷晴，怎么了？师姐，你怎么这么快就从大殿出来了？长老们没为难你吧？”刘芷晴满脸担忧，显然对苏念寒的境遇十分关心。“放心吧，已经没事了。”苏念寒语气轻松，仿佛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对峙不过是小事一桩。刘芷晴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道：“真的吗？可是师姐，你刚刚还说自己走火入魔了，怎么现在就没事了？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化险为夷。”苏念寒故作神秘地笑了笑，然后拍拍刘芷晴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芷晴，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不能光凭表面去看，懂吗？”刘芷晴一脸茫然的点点头，
显然还没完全理解苏念寒的话，但他对这位师姐向来信任有加，于是也不再多问，只是点了点头。对了，师姐，我刚刚听说宗主正在寻找新一代的内门弟子核心成员，我觉得师姐你肯定有机会入选。刘芷晴突然想到这个消息，兴奋地告诉苏念寒：哦，内门核心成员。苏念寒心中一动，这正是他目前所需要的一个机会。前世的他因为走火入魔，最终被排挤在核心成员之外，才让他不得不投身魔道。然而这一世，他必须把握住这次机会，迅速站稳脚跟。知情，你说的对，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不过，我得先了解清楚这次选拔的具体情况。苏念寒眼中闪过一丝深思，要成为内门的核心成员，势必需要展示出足够的实力。师姐不用担心，我已经打听过了。听说这次的选拔，除了修为之外，还要考核弟子的心性和智慧。你平时那么聪明，一定没问题的。刘芷晴用力点头，对苏念寒充满了信心。修为、心性、智慧，果然是全方位的考核。苏念寒微微颔首，心中已经开始盘算该如何应对这场选拔。这是他翻身的第一步，而他绝不允许自己失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芷晴。接下来我们还有许多准备要做。苏念寒语气中带着一丝坚定，他已经决心要在这次选拔中脱颖而出，为他日后的计划奠定基础。师姐，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刘芷晴眼中闪着光芒，满怀期待地看住苏念寒。好，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先一起修炼。苏念寒微笑着点头，随即带着刘芷晴走向后山的一处静修之地。他知道这场选拔绝不会轻松，而他需要做的就是全力以赴，将所有潜在的威胁扼杀在萌芽状态。在静修之地，苏念寒和刘芷晴盘腿而坐，开始入定修炼。四周的灵气如水波般向他们聚集，而苏念寒的心思却早已飞向未来的种种可能。内门核心成员只是一个开始。蓝昊天，当你再见到我的时候，我已经不是那个任你摆布的女子了。苏念寒缓缓闭上双眼，心中一片澄明，灵力在他体内运转得越发顺畅。他已经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那股魔道力量正在与他的修仙灵力逐渐融合，并且变得更为强大。在修炼的过程中，苏念寒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这股力量让他充满了信心。几个时辰后，苏念寒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寒光。这一世，我将不再做任何人的棋子。刘芷晴在他身边也慢慢睁开眼睛，露出一抹轻松的笑容。师姐，你看起来精神好多了。是啊，我们要为接下来的挑战做好准备。苏念寒微笑着回应，随即站起身，目光坚定地望向远处的玉衡宗主峰。在那峰峦之间，苏念寒庞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站在无数强者之巅，俯视着曾经欺辱他的那些人。而那时，他的复仇计划已经完成，他会杀了所有背叛自己的人，尤其是那个蓝昊天。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不同。他在心中默默立下誓言。到了选拔日子，苏念寒带住刘芷晴朝玉衡宗的选拔之地走去。阳光透过层层云雾，轻柔地洒在选拔场地上。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广场，周围环绕着翠绿的松柏，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数百名弟子聚集在这里，个个神情肃穆，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选拔。苏念寒和刘芷晴并肩站在广场的一角，目光镇定，心中却早已经过了无数次的推演。他清楚这次选拔的重要性，自己必须以最强姿态脱颖而出。师姐，这次的选拔我有些害怕。刘芷晴低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安。芷晴别怕，我会保护你的。苏念寒微笑着安抚道，却也暗自警惕。他前世并未参与这场选拔，因此对其细节并不完全了解。但有一点他可以确信，这场选拔绝对不简单。就在此时，广场的中央响起了一声洪亮的钟声，随即数名身着华丽道袍的长老从天而降，轻轻落在广场中央。为首的正是玉衡宗的宗主蓝昊天。蓝昊天的出现引起了全场的注目。那是个看起来颇为年轻的男子，容貌俊朗，气度不凡，一双深邃的眼眸中透着无尽的智慧与威严。然而，只有苏念寒知道，在这张俊朗的面容下，隐藏着怎样的冷酷和无情。诸位弟子，蓝昊天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庞佛在诉说一场久远的传说。今日的选拔将决定我玉衡宗未来的核心成员。我希望你们都能拿出最好的表现，争取这个机会。听到这番话，众弟子无不感到心中一紧，
纷纷握紧了手中的法器或符咒，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考验。第一轮考核，灵力运转。蓝昊天冷冷地宣布道。随即几名长老走上前来，手中各自拿着一个古老的法器。灵力运转。苏念寒眉头微微一皱，这样的考核表面看似简单，但实则暗藏深意。灵力运转是否通畅，往往取决于弟子的心境与定力。一旦失误，不仅无法展现实力，甚至可能导致灵力反噬。蓝昊天随手一挥，一道金光从他手中的法器中射出，直达广场中央。金光扩散开来，化为一个巨大的法阵，将所有弟子笼罩其中。法阵内灵气如潮水般涌动，瞬间让所有人的灵力开始不受控制地运转起来。苏念寒只感到一股强大的压力猛然袭来，体内的灵力如同脱缰的野马，狂乱地在经脉中奔腾。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迅速运用前世的经验，将灵力导入一条相对稳定的经脉，避免其在体内横冲直撞。然而其他弟子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广场上随着灵力的混乱，许多人面露痛苦之色，有的甚至直接吐血倒地，被迫退出了考核。刘芷晴虽然年轻，但心性坚韧，咬牙苦撑着，却仍然难掩额头渗出的细汗。果然有问题。苏念寒心中冷笑，这法阵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专门用来检验弟子的心境与修为。随着灵力的逐渐稳定，苏念寒开始感受到那股熟悉的魔道力量再次浮现出来。这股力量强大而深沉，带着无比的诱惑。前世的他便是在这股力量的诱惑下，最终走上了魔道之路。而这一世，他要将这股力量完全掌握，为他所用。这就是我的优势。苏念寒暗自得意的一笑，随即将魔道力量与灵力融合，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更加稳定，甚至让他的修为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就在他感到自己即将突破的瞬间，蓝昊天的声音再次响起。第一轮考核结束。随着他一声令下，法阵内的灵气瞬间消散，广场上的压力顿时减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苏念寒果然非同凡响。蓝昊天的目光扫过广场，最后停留在苏念寒身上，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他显然也感受到了苏念寒刚刚那股强大的力量，却无法确定那是什么。苏念寒感受到蓝昊天的目光，心中一凛，随即立刻收敛气息，表现出一副虚弱的模样，仿佛刚才的考核对他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才刚开始，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挑战等住你们。蓝昊天冷冷一笑，随后转身离去。广场上只剩下震惊与不安的弟子们。苏念寒看住蓝昊天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冷意。刘芷晴气喘吁吁地走到苏念寒身边，满脸担忧地问道：“师姐，你还好吗？刚才那股力量真的太可怕了。”苏念寒微微一笑，轻声道：“我没事，你还好吗？”“勉强还行，可是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刘芷晴忍不住问道，她充满了不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最佳时机。”苏念寒语气坚定，目光炯炯有神。“等待时机？”刘芷晴一脸疑惑，但她对苏念寒的话从不怀疑，于是点了点头。“对，等待时机，这是我们生存下来的唯一途径。”苏念寒低声道，随后轻轻拍了拍刘芷晴的肩膀，示意她放心。广场上的选拔仍在继续，但苏念寒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必须在这场选拔中脱颖而出，为他日后的复仇计划铺平道路。而这一切才是他重生后的真正目标。选拔进入第二轮，所有的弟子都随着长老们的指引进入一片迷雾森林。这片森林被称为幻灵之森，据说其中布满了各种幻境，能够直击人心底最深处的恐惧与欲望。苏念寒走在队伍的最前端，心中却不由自主地感到一丝不安。他前世虽未涉足此地，但对幻灵之森有所耳闻。这里不仅仅是幻象那么简单，还暗藏着许多可怕的秘密。师姐，这地方看起来真是让人毛骨悚然。刘芷晴紧紧跟在苏念寒身后，小声地说道。四周的迷雾如鬼魅般缠绕，似乎随时可能扑上来将人吞噬。别怕，这里是考验我们心智的地方。苏念寒故作轻松的回应，眼神却如鹰般锐利，密切注视着四周的动静。他知道幻灵之森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进入其中的人。走着走住，苏念寒忽然感到一阵异样。四周的迷雾似乎变得更加浓厚，连他也开始有些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心中一惊，他立刻停下脚步。“芷晴，小心点，这里的幻象可能会分散我们。”苏念寒低声提醒道，紧握着刘芷晴的手，
生怕他被迷雾分隔开来。然而，就在这时，一阵低低的笑声从迷雾中传来，声音如同在耳边低语般诡异，让人不寒而栗。念寒，你以为你能躲过一切吗？那声音轻飘飘的响起，庞符从四面八方传来。苏念寒心中一凛，这声音竟然带着前世蓝昊天的语气。他瞬间警觉，知道这是幻象，但依然心跳加速，因为这幻象直击他心中最不愿面对的阴影。念寒，那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更加清晰，庞符就在耳边。苏念寒猛然甩头，冷笑道：“无聊的幻象，妄想动摇我，我早已不是前世的那个苏念寒。”他深吸一口气，迅速运转灵力，将心神稳定下来，让这声音再也无法对他产生影响。幻象的力量一旦被识破，便无法再继续施展。刘芷晴却显得更加不安，她小声问道：“师姐，刚才你听到了什么吗？”“幻象而已，不必在意。”苏念寒轻轻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不要害怕。我们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别让这些幻象干扰到我们的判断。两人继续向前行走，迷雾越来越浓，周围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突然，一阵强烈的灵压从前方袭来，让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这股灵压不对劲，苏念寒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这股力量不属于幻象，更像是……终于有人来了！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随即一道身影从迷雾中走出，站在了两人面前。那人身着黑色道袍，面容冷峻，眼神中透着无尽的寒意。苏念寒从衣着一眼认出，他是玉衡宗的一位内门长老，平日里极少露面，却是宗内最神秘的存在之一。苏念寒，你的表现果然出乎意料。那长老冷冷地说道，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可惜，你的路走到这里就该结束了。苏念寒心中一惊，这位长老竟然针对自己而来。他迅速分析眼前的局势，知道不能轻易与他正面交锋。长老，这是选拔，您不应该插手。苏念寒冷静地说道，同时暗暗调动灵力，准备随时应对可能的攻击。呵，选拔？那长老冷笑一声，不过是个幌子罢了。蓝昊天早就看出你的不寻常，他让我来，就是为了提前解决你这个威胁。苏念寒瞬间明白了，这是蓝昊天的安排，他要在这个迷雾之中让他永远消失。想到这里，他心中一片冰冷，却也激起了强烈的战意。想要杀我，你可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苏念寒冷笑道，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知道此刻再无退路，唯有正面一战，才能为自己赢得生机。那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少能耐。那长老冷哼一声，随即双手一挥，一道强大的灵力从他手中涌出，直奔苏念寒而来。苏念寒迅速躲避，同时以灵力形成护盾，阻挡住那股强劲的攻势。他知道这一战将会极其艰难，稍有不慎便可能命丧于此。迷雾之中，战斗瞬间爆发，灵力激荡，寒风呼啸。苏念寒与那长老在迷雾中展开激烈的交锋，周围的树木不断被灵力震碎，整个幻灵之森都彷佛在颤抖。刘芷晴站在一旁，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担忧。他知道自己无法插手这场战斗，唯有紧张地注视着苏念寒的动作，祈祷他能够平安度过这场危机。苏念寒，你的死期到了！长老一声怒吼，再次发出一记强力攻击，灵力化作千百利剑，铺天盖地而来。苏念寒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迅速运转魔道力量，将灵力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反击之力。这股力量不仅超越了他现有的修为，甚至让长老也为之一惊。这不可能！长老惊呼出声，却已经来不及反应。他的攻击被苏念寒的力量硬生生击碎，整个人被震得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苏念寒喘着粗气，冷冷地看住倒在地上的长老，看样子已经断气。蓝昊天，你到底想做什么？竟找内门长老来杀我？难不成他在计划什么？苏念寒冷静地分析局势，然后把疑问藏在心底。迷雾森林的深处，迷雾仍然笼罩着。苏念寒和刘芷晴两人步履匆匆，逃离刚刚的地方，不能让人知道选拔之中杀了人。师姐，这次真是太险了，为何那从未看过的长老要杀你？刘芷晴紧张地环顾四周，生怕再有其他敌人出现。我也不清楚，我没见过他。你要记好这件事情，谁都不能说，你就当没发生过，这样才能保护你的安全，知道了吗？苏念寒叮嘱刘芷晴，后者点点头，显然心有余悸。突然，前方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隐隐约约的低语声随之而来。有人在前面。苏念寒立刻警觉起来，伸手拉住刘芷晴的手臂，悄声道：“先看看情况。”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隐藏在一棵参天大树后面。苏念寒看到2个穿着玉衡宗服饰的弟子正焦急地在一处树洞旁低声交谈。这里面真的有那东西吗？我们找到它，就能顺利通过选拔。其中一名弟子皱着眉头，小声问道，语气中充满了不安。当然有。另一名弟子一脸坚定地回应道，目光闪烁着野心。只要我们拿到它，就能轻松打败其他人，成为选拔的佼佼者。苏念寒听到这里，心中一动。这所谓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难道是选拔中的一个重要道具，还是蓝昊天设下的另一个陷阱？他不动声色，暗中观察着那2名弟子的行动。只见其中一人从袖中取出一把小刀，轻轻地撬开树洞的木板，露出一个隐藏的密室入口。果然有古怪。苏念寒微微一笑，这密室显然不是普通弟子能轻易发现的。而这2人既然知道密室的存在，说明他们一定得到了某种暗示或指引。师姐，我们要怎么办？刘芷晴轻声问道，眼中带着担忧。他知道苏念寒向来谨慎，但现在这种情况，他也无法确定该如何行动。我们不动声色，看看他们到底在密室里搞什么鬼。苏念寒低声回应，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他对这2名弟子并无信任之心，但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或许能从中探得一些关于蓝昊天的计划。随着2名弟子钻进密室，苏念寒和刘芷晴悄悄跟了上去。密室内光线昏暗，只有几根蜡烛微弱的火光照亮着周围，墙上刻满了古老的符文，散发出一股诡异的气息。快看，那是什么？刘芷晴指着密室中央的一个祭坛，声音微微颤抖。祭坛上放着一个古老的玉盒，散发着幽幽的蓝光。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其中一名弟子兴奋地说道，伸手便要去取那玉盒。苏念寒忽然从阴影中走出，直接取走玉盒，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灵力透了出来。他的出现让2人惊愕不已，立刻摆出了防御姿态。苏念寒，你怎么会在这里？那弟子惊呼出声，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苏念寒。这话应该由我来问。苏念寒冷笑一声，目光如鹰隼般锐利。你们在这里鬼鬼祟祟，是想做什么？另一名弟子神情变得阴沉，他沉声道，苏念寒，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若识趣，立刻离开，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就凭你们！苏念寒冷哼一声，毫不畏惧地迎上他们的目光。那就别怪我们不留情了。其中一名弟子恼羞成怒，随即出手攻向苏念寒。然而他的攻击刚刚发出，却被一股强大的反击力量震得倒退数步。那弟子惊讶地看住苏念寒，显然没料到他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苏念寒冷冷一笑，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手，迅速制服了那2名弟子。刘芷晴惊讶地看住苏念寒的行动，心中对他的实力更加佩服。他知道苏念寒不仅仅是灵力强大，更重要的是他的冷静与智慧，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做出最正确的决策。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玉盒里到底藏着什么。苏念寒走到祭坛前，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他知道这玉盒里的东西一定不简单。他小心翼翼地伸手，准备揭开玉盒的盖子。就在此时，一阵低沉的嗡鸣声忽然从玉盒中传来，随即一道强烈的光芒从盒中爆发而出，将整个密室瞬间照亮。这是……苏念寒和刘芷晴同时瞪大了眼睛，惊愕地看住玉盒中缓缓浮现的一个光球。那光球散发着神秘的能量波动，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刘芷晴忍不住惊呼道，目光中充满了好奇与震惊。我也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凡物。苏念寒凝视着那光球，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直觉，这光球或许能帮助他。他伸手触碰光球，瞬间感受到一股奇异的力量涌入体内。那力量并没有伤害他，反而似乎在引导他走向某个未知的方向。看来我们找到了一个意外的礼物。苏念寒轻声呢喃，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知道接下来的路途将会更加危险，但他已经无法回头。师姐，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刘芷晴有些不安地问道。他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力正在向他们逼近。先离开这里，然后再做打算。我想他们也不可能把这件事说出去。苏念寒决定暂时离开这片迷雾森林，完成选拔。2人迅速离开密室，破除幻象后，不久便找到了一条清晰可见的道路，
两人成功完成了第2轮考核，而这神秘的光球将成为日后他手中最强大的武器。通过考核时，天色已近黄昏，余晖染红了天际，远处的山脉在霞光中隐隐发出紫红的光芒，仿佛一幅绝美的画卷。然而，苏念寒的心情却丝毫没有因美景而放松，他依旧紧握着手中的玉盒，感受着其中散发出的神秘力量，脑中思绪万千。这光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蓝昊天到底在策划什么样的阴谋？他隐隐感觉到，这一切背后似乎有一个更为庞大的谜团在等待着他去解开。师姐，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刘芷晴打破了沉默，语气中带着几分迷茫。这一路走来，他越来越感受到事情的复杂性，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选拔比试那么简单。回宗门，苏念寒目光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次选拔恐怕已经被完全操控，我们必须尽快回去，查明一切真相。”刘芷晴点了点头，虽然内心仍有不安，但他相信苏念寒的决断。两人没有再多言，快步向玉衡宗的方向走去。然而，刚走到山脚下，他们便遇到了一堆玉衡宗的弟子，其中为首之人正是蓝昊天。见到苏念寒和刘芷晴，他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狡诈。念寒师妹，真巧，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们。蓝昊天笑住走上前，语气温和，仿佛刚才的险恶局势从未发生过。师兄，苏念寒微微行礼，心中却提防着蓝昊天的每一个动作。听说你们在迷雾森林里遇到了一些麻烦，我正准备去接应你们。蓝昊天关切地说道，眼神不经意地扫过苏念寒手中的玉盒。苏念寒心中一凛，知道蓝昊天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这玉盒。他不动声色地将玉盒藏在身后，淡然道：“多谢师兄关心，我们已经顺利脱险，准备回宗门报告选拔进度。”那就好。蓝昊天微笑住点头，随即似乎无意间问道：“对了，师妹手中的玉盒似乎很不寻常，能否让师兄一观？”苏念寒早有准备，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轻描淡写的回道：“这不过是一件古物，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偶然在迷雾森林中发现，打算带回宗门交给师父处理。”原来如此。蓝昊天笑意更浓，但眼中却掠过一丝阴霾。他对苏念寒的回答并不满意，但也不好再多加追问，毕竟在这么多人面前，他还需要维持表面的和谐。既然如此，我们一起回去吧。蓝昊天的语气依旧温和，但苏念寒明白，这段同行注定不会平静。一路上，蓝昊天不断试图与苏念寒攀谈，旁敲侧击地探寻玉盒的来历和内容。苏念寒却始终保持着冷静与谨慎，无论对方怎么问，他都以轻描淡写的话语应付过去，让蓝昊天无从下手。师姐，你看这蓝昊天，总觉得他不怀好意。刘芷晴暗中传音给苏念寒，语气中透着浓浓的担忧。他当然不怀好意，只是他现在还不敢轻举妄动。苏念寒冷静的回应，心中却在暗暗思索住如何应对蓝昊天接下来的动作。他知道这一路上随时可能爆发冲突，而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找出应对的办法。正当他沉思之际，前方忽然传来一声巨响，随即地面剧烈震动起来。苏念寒和刘芷晴迅速警觉起来，抬头望去，只见远处的天空中隐隐有一道巨大的黑影正迅速接近。那是什么？刘芷晴惊呼出声，目光中充满了惊恐。是魔兽。苏念寒脸色骤变，他一眼便认出了那黑影的身份，竟是一头极为凶猛的魔兽玄阴巨蟒。这种魔兽极为罕见，力量恐怖至极，往往出没于极阴之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所有人戒备。蓝昊天也察觉到了危险，立刻下令弟子们准备迎战。虽然他心中对苏念寒有所防备，但眼下的局势却让他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头魔兽上。玄阴巨蟒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随即迅速向众人袭来。那庞大的身躯宛如一条黑色的鞭子，在空中横扫而过，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山石崩裂，树木倒塌，地面更是被掀起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退后！蓝昊天大喝一声，然而玄阴巨蟒的速度远超他的预料，瞬间便逼近众人。弟子们惊慌失措，纷纷祭出法宝抵挡，但在玄阴巨蟒的巨力下，这些法宝如同纸糊一般，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苏念寒眉头紧皱，他知道这头魔兽绝非寻常之物，必须想办法脱身。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受到手中的玉盒再次散发出强烈的光芒，仿佛在呼应住什么。难道？苏念寒心中一动，随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将玉盒高举过头顶，随着他的动作，那光芒愈发强烈，最终化作一道耀眼的光柱，直冲天际。玄阴巨蟒被这光芒所吸引，瞬间停止了攻击，目光死死盯着苏念寒手中的玉盒。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随即以极快的速度向苏念寒扑去。苏念寒早已料到这一幕，他冷笑一声，将玉盒猛地抛向空中。玄阴巨蟒果然上当，立刻改变方向追向那玉盒，而苏念寒则趁机带着刘芷晴迅速撤离。该死！蓝昊天见状，忍不住咒骂出声，他只得硬住头皮与巨蟒缠斗。苏念寒便又趁机夺回玉盒。这一连串操作令蓝昊天恨得牙痒痒。他原本打算利用这次危机削弱苏念寒的实力，没想到对方反倒利用玉盒巧妙脱身，这让他的计划落空，更让他对苏念寒更心生忌惮。师姐，你这招太妙了！刘芷晴忍不住赞叹道。他刚才也以为情势已经无法逆转，没想到苏念寒竟能在如此危急之时，还能冷静思考并迅速做出如此惊人的决策。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我们得赶快回宗门。苏念寒沉声道。虽然成功摆脱了玄阴巨蟒的追击，但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蓝昊天不会轻易放弃玉盒，而真正的危险还在后头。天空中，夕阳的余晖已经完全消散，夜幕缓缓降临，群星闪烁在寂静的夜空中，庞府也在等待着即将上演的剧目。苏念寒与刘芷晴在星空下疾驰，脚步轻盈如燕，犹如两道银影在夜色中穿梭。他们心知肚明，现在唯一的出路便是回到宗门。只有那是暂时安全的地方，蓝昊天肯定不会在宗门中与自己动手，毕竟他这宗主的位置坐得还不稳，不可能自己留下把柄给别人诟病。夜幕渐深，玉衡宗一片寂静，只有随风飘动的树叶沙沙作响。苏念寒和刘芷晴匆匆赶回宗门，两人虽然成功摆脱了玄阴巨蟒的威胁，但心情却并未放松。尤其是苏念寒，他明白一切并未结束，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师姐，我们真的能对付宗主吗？刘芷晴回到房间后，忍不住问道。她心中仍有些不安，毕竟蓝昊天的实力不容小觑，而且他背后还有助强大的支持。先别急，苏念寒柔声安慰她，同时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的思绪冷静下来。他明白，此刻的他必须更加谨慎，任何一个错误决定都可能导致后果不堪设想。你先休息一下，我需要静心思考。苏念寒对刘芷晴说道。随即将玉盒放在案几上，目光紧紧盯着那颗灵珠。这灵珠似乎拥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自他得到它以来，便一直散发出一股令他感到无法忽视的吸引力。刘芷晴点了点头，虽然心中有疑问，但还是听从苏念寒的话，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苏念寒坐下后，缓缓闭上双眼，试图让自己进入冥想的状态。然而，当他的意识渐渐沉入内心深处时，灵珠的光芒突然间变得异常强烈，直接将他的意识猛地吸了进去。四周一片漆黑，苏念寒只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无边的虚空之中。然而，就在他逐渐感到迷茫时，眼前突然亮起一片柔和的光芒，一个身影从光中缓缓浮现。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面容慈祥，眼神中透着智慧的光芒。苏念寒一见此人，心中便隐隐感到熟悉。庞福这个人他早已认识。你是？苏念寒刚想问，却被老者微笑住打断。我乃玉衡宗的创派祖师。老者的声音温和，却带着一种威严。他看住苏念寒，目光中透着一丝欣慰。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我的灵珠终于遇到了合适的继承人。灵珠，原来是你的内丹。苏念寒惊讶地问道，心中泛起阵阵波澜。他原本以为这颗灵珠只是某种法宝，没想到它竟然是宗派创始人的内丹。老者轻轻点头，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不错，这灵珠正是我当年所留，内含我的意识和独门心法，本应由宗主继承，但多年来因派系斗争而失传，直至今日才重现于世。苏念寒听闻此言，心中顿时明白了许多。怪不得蓝昊天对这玉盒如此执着，原来其中隐藏着如此巨大的秘密。那么，为何选择了我？苏念寒目光清澈，直接问道。他并非玉衡宗的宗主，也未曾得到什么特别的承认，为何这灵珠会与他产生如此强烈的联系？老者沉默片刻，随即缓缓道：我在你体内感应到了与众不同的力量，魔道的气息。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探究与警惕，目光依旧如炬。但奇怪的是，你并未堕入魔道，反而依然保持着纯净的心性。苏念寒心中一震，
魔道功法的事果然还是瞒不住，在真正道法高深者面前，所有伪装都不值一提。他张口欲辩，但却不知如何解释。老者见状，轻轻摆手道：“无需多言，我感知到你内心的善良与坚定，这才决定将灵珠托付于你。或许这也是命中注定。”苏念寒心中百感交集，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越发沉重。他本只想着要对付蓝昊天，现在却背上了如此重担。祖师，苏念寒正欲再问，忽然感觉灵珠内的力量开始躁动起来，那光芒愈发强烈，仿佛要将他的整个身心吞噬。这是灵珠认主的最后一步，他需要你的心法来供养。老者的声音再度响起，带着一丝警告：记住，灵珠蕴含的力量非常强大，若你心智不坚，极有可能被其吞噬。话音刚落，苏念寒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从灵珠中涌出，迅速侵入他的身体。那股力量浩瀚如海，几乎要将他的神识淹没。他咬紧牙关，运转内力，努力控制住这股力量。定心，心无旁骛。老者的声音在他耳边回荡，只有心静如水，方能掌控这股力量。苏念寒听从老者的指示，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逐渐将那股爆裂的力量纳入体内，化为己用。随着他的心境愈发平静，灵珠的光芒也渐渐变得柔和，最终完全融入了他的身体，消失无踪。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发现自己已回到了房间内，而案几上的玉盒已经空空如也，灵珠似乎从未存在过。念寒师姐，刘芷晴突然推门而入，惊讶地发现苏念寒正盯着空荡荡的玉盒发呆。你怎么了？怎么看住那盒子发呆？苏念寒回过神来，淡然一笑，没什么，只是在想些事情。他没有将刚才的经历告诉刘芷晴，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太过匪夷所思。还好你没事。刘芷晴松了口气，随即又好奇地问道：“那灵珠呢？去哪儿了？”苏念寒微微一笑，手指轻轻点在自己的胸口：“他已经与我融为一体了。”刘芷晴愣了一下，随即瞪大了眼睛：“这灵珠真的有这么神奇？”“不过这只是开始。”苏念寒站起身来，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他知道，这灵珠的认主不仅让他突破了数个境界，更让他获得了创派祖师的独门心法。这一切都将成为他应对未来挑战的最大依仗。夜色深沉，苏念寒和刘芷晴回到房间，窗外的月光如水般洒落在地面，给寂静的夜晚增添了一丝清冷。房间内的烛火微微摇曳，映照出苏念寒那张深思熟虑的面庞。灵珠的力量在他体内涌动不止，使他的气息更加深不可测。这一夜注定无眠。蓝昊天回来了。刘芷晴的声音打破了房间内的静谧，他从梦中惊醒，显然在梦中听到了什么消息。苏念寒微微点头，目光深邃：“没错，这家伙还真命大。不过他受伤不轻，应该无暇来找我们麻烦。”刘芷晴放下心来，但又忍不住问道：“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要不要暂时避一避？”苏念寒轻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冰冷：“不必躲避，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再是当年任他摆布的小女子了，反倒是他应该要开始担心我们了。”刘芷晴看住苏念寒那自信而冷冽的神情，不禁感到一阵安心。“师姐，那我们明日就去见长老们，把灵珠的事情告诉他们吧。”正是如此。苏念寒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的月亮，心中默默下定决心。他知道，这一夜过后，玉衡宗的命运将会因他而改变。他要以灵珠的力量，改写这场决力的结局，让所有曾经轻视他的人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翌日清晨，苏念寒和刘芷晴早早地来到了长老殿。此刻，殿内的长老们已经齐聚一堂，面色肃然。苏念寒深吸一口气，平静地走上前，向几位长老一一行礼：“大长老、二长老，各位长老，弟子今日前来是有重要的事情禀报。”苏念寒的声音虽不大，但字字铿锵。大长老微微皱眉：“何事如此紧急？”苏念寒从手中幻化出体内的灵珠。这颗散发着淡淡光芒的珠子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是灵珠，乃创派祖师的内丹元盒。昨日，弟子偶然的此宝，并与其中的灵石进行了沟通，得知了其真实来历。长老们一听，皆露出惊讶的神情。二长老更是忍不住问道：“灵珠，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祖师的内丹已随着他老人家的仙逝而消失，没想到竟然重现于世。弟子确信无误，灵珠中的灵石清楚地告诉我，它是创派祖师的内丹，并保留着祖师的独有心法。”
苏念寒语气坚定，不容置疑。大长老深思片刻，语气凝重：此事关系重大，若这灵珠真是祖师的内丹，那么我们玉衡宗的命运或许将会彻底改变。苏念寒点头，正是如此。弟子认为，这灵珠既然重现，便是天意，也是祖师给我们的考验。此时正值宗门内忧外患之际，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重新振兴玉衡宗。二长老听后，眼中闪过一丝激动，对其他长老说道：“灵珠既已认主，这或许是祖师的意志。当前蓝昊天受伤正在疗养，我们不能让内斗损伤宗门的元气。不如……”他停顿片刻，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最后落在苏念寒身上。不如尊崇灵珠之主，让他领导我们玉衡宗重返巅峰。大长老点了点头，显然赞同这个提议。他们都看出了苏念寒的潜力，何况他如今已得灵珠之助，力量更是不容小觑。与其继续内斗，不如顺应天意，让宗门在他的带领下走向新的辉煌。苏念寒听闻此言，心中一震，却并未立即答应。他明白，这一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甚至玉衡宗的命运。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恭敬地说道：“弟子定当不负众位长老厚望，竭尽全力振兴玉衡宗。”随着长老们的决议，一夜之间，玉衡宗的权力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蓝昊天因重伤而无法再掌控大局，苏念寒被推上了宗主之位，成为了玉衡宗的新任宗主。这一切的转变，让玉衡宗的弟子们无不震惊。苏念寒踏入了蓝昊天所在的静室，室内幽暗而静谧，只有一盏微弱的油灯摇曳不定，映照出他苍白的面庞。蓝昊天此刻正躺在床上，额头满是冷汗，似是与玄阴巨蟒的一战耗尽了他所有的元气。他曾经是那么不可一世，如今却虚弱得如同一片枯叶，随时可能被风卷走。苏念寒站在床边，目光冷冽。这一刻，他内心充满了复仇的快意。上一世，他为了力量，不惜杀害自己，将他变成了祭品，用他的生命换取他的力量。这仇，他怎能轻易忘却？如今，轮到他来决定他的命运了。真是讽刺！他冷笑住，自言自语道：“曾经的魔尊，现在竟然躺在这里，无力反抗。”他凝视着昏迷中的蓝昊天，心中思索着如何让他受尽折磨而无法再翻身。直接杀了他？不，这太便宜他了。他要让他生不如死，让他感受到失去一切的痛苦。然而，就在他准备动手之际，蓝昊天突然睁开了双眼，那双眼睛中闪过一丝错愕，但随即变得冰冷如冰。他冷冷地盯着苏念寒，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苏念寒，果然是你。苏念寒微微一怔，随即恢复冷静，淡淡的说：“看来你也重生了。”蓝昊天轻笑一声，目光中充满了嘲弄：“没错，我也重生了。不过，这一次，你以为你能胜过我吗？你忘了，上一次我已经赢了你，这次结果也不会不同。”苏念寒眼中寒光一闪，冷冷地说：“是吗？那么这一次，我要看看，当你失去一切后，还有什么能耐来与我争斗。”说罢，他猛然挥手，一道暗劲直击蓝昊天的丹田，随即他痛苦的低吼一声，整个身体如遭雷击，灵脉瞬间崩裂。蓝昊天感到全身灵力如潮水般迅速消退，曾经强大的力量此刻如同被掏空的囊中之物，只剩下无边的虚无与无力感。你做了什么？蓝昊天咬牙切齿地问道，目光中充满了愤恨与不可置信。他无法接受自己竟然被苏念寒彻底毁去根基，这意味着他将失去曾经引以为傲的力量，甚至再无法修炼。苏念寒冷冷地看住他，心中却没有一丝同情。他缓缓说道：“这只是开始，你想要力量，不择手段，甚至杀害了我。如今，我就让你失去这一切，让你体会失去力量的绝望。”他深吸一口气，手中凝聚出一丝暗黑色的气息，那是魔道心法的力量。这心法曾经是他与蓝昊天共同修炼的，而现在他要将这股力量回送给他，让他感受他带来的无尽痛苦。这是我们曾经共同修炼的心法，现在我将它重新打入你的体内。他说着，将这股魔道心法注入蓝昊天的丹田。随着心法的侵入，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那股力量像是无数尖针刺入五脏六腑，疼痛无法言喻。你这毒妇！蓝昊天痛苦不堪，怒吼住：“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苏念寒冷笑着看住他，语气冰冷如寒霜：“代价？你还有这个能力吗？现在的你失去了灵脉，魔道心法在你体内将如同毒药般侵蚀你的五脏六腑，让你生不如死。
这就是你应得的报应。蓝昊天脸色苍白，痛苦的扭曲住，却再也无法反抗。他清楚的知道，苏念寒说的没错，失去灵脉的他，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掌控力量。魔道心法不仅不会带给他力量，反而会让他每日每夜受尽折磨。苏念寒看出他痛苦的模样，心中竟有一丝复仇的快意。他知道，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他曾经遭受的痛苦，如今全都回到了蓝昊天身上。他缓缓转身，嘴角带着一抹苦笑，庞佛所有的重担都在这一刻卸下。蓝昊天，这就是我们的结局。他淡淡的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静室。窗外，晨光出现，新的一天开始了。而苏念寒终于可以放下这段过去，迎接新的未来。静室内，蓝昊天痛苦地躺在床上，他的双眼中充满了仇恨与绝望。曾经的魔尊，如今却沦为这般田地，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讽刺。而苏念寒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他的视线中，庞佛一切都成为了过眼云烟。他的余生会像他所说，永远被苦痛折磨，直到死去。玉衡宗的宗门大殿，霞光漫天，柔和的光线透过殿宇的窗棂，将整个大殿映照得庄严而神圣。此时的苏念寒身着一袭黑金华袍，傲然站立在大殿中央，他的气息如钢铁般坚韧，周身散发着一股无形的威压，让人不敢直视。大殿内，数十位长老肃然端坐，眼神中既有敬畏，也有深深的震撼。苏念寒经历了生死轮回，最终以无可匹敌的力量击败了蓝昊天，这一切让他成为了玉衡宗的救世主，甚至是整个修仙界的顶尖强者。念寒，今日的你已经无需再隐藏。大长老站起身，语气中充满了敬意与深思。你有资格重塑这个世界的秩序。苏念寒缓缓点头，目光如炬地扫视住殿内的众人。他的心中早已做出决定，经历了太多的背叛与争斗，他深知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全新的平衡。长老们，今日起，我将开创两界共生的新秩序。魔道与仙道皆为修行之道，只要心中无恶，即便修炼魔道功法，也能成就无上大道。他的声音如洪钟大吕，回荡在整个大殿中，字字铿锵有力，让人心生敬畏。众长老闻言，皆露出惊讶之色，他们未曾想过苏念寒竟有如此胸襟与远见。这一决定无疑是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桎梏与成见，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念寒，此举虽惊世骇俗，但却不失为一条光明大道。二长老神色凝重地点头道：“我等愿听从你的安排，共同守护这个新秩序。”苏念寒微微一笑，眼中带着深深的坚定与自信。多谢长老们的支持。从今日起，魔道不再是被人唾弃的邪道，而是与仙道并立的另一条修行之路。我将以身作则，亲自传授修行之法，让两界共创修仙界的盛世。刘芷晴站在一旁，眼中满是欣慰与崇敬。他知道苏念寒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巅峰存在，他不仅拯救了玉衡宗，还改变了整个修仙界的格局。如今的苏念寒不仅仅是他的师姐，更是他心中唯一的信仰。师姐，我愿追随你，成为你的左右手，共同推动这个全新的世界。刘芷晴语气坚定，眼神中充满了无限的期待。苏念寒回首看向刘芷晴，眼中满是柔和与信任。芷晴，有你在我身边，我无惧任何挑战。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下去。此时的苏念寒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为爱痴狂，最终被背叛致死的女子。她经历了太多的磨难，重生后的她彻底蜕变，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她知道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不仅仅是为了复仇，更是为了让这个世界走上正轨。随着苏念寒的号令，玉衡宗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他将灵珠的力量与心法传授给了更多的弟子，并亲自教授魔道修行之法。玉衡宗的弟子们在他的指引下，开始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修行之路。几年后，魔道与仙道两派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存。曾经无数修士为之奋战不休的世界，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修仙界再无偏见与争斗，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尊重与共同进步。苏念寒也因为他的远见卓识，成为了修仙界的共主。他的威名不仅仅局限于玉衡宗，甚至传遍了整个修仙界。无论是魔道还是仙道的修士，皆对他敬仰有加，视他为两界的领袖。然而，苏念寒却从未因此而自满。他深知权力与地位并非他的最终追求。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依靠的不是外界的认同，而是内心的信念与坚持。夜晚，苏念寒站在玉衡宗的最高处，
俯瞰着整个修仙界的壮丽景色，他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平静与满足。经历了重生，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并且带领这个世界走上了新的轨迹。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之道吧。苏念寒轻声自语，眼中闪过一丝深邃的光芒。她不再是过去那个被命运摆布的女子，如今的她已经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宰。她创立了两界共存的新秩序，并且证明了修行之道并无绝对的正邪之分，只在于人心的正与邪。从此，苏念寒以魔后的身份继续守护着这片天地。虽然他在无魔尊相伴，但他的心中已经不再有恨，只有无限的责任与对未来的期许。这个新生的世界，在他的带领下，走向了一个光明而繁荣的未来。而他，则以强大的信念与坚韧，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传奇。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再麻烦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并记得开启小铃铛。这里是露娜小说，我们下次见。